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胖虎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2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，现在是法国当地时间下午4点，车队刚刚从拉蒂放斯前的新凯旋门出发，一会儿就会经过凡尔赛，然后到达每年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——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凯旋门。因为凡尔赛离家很近，所以今天就带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走吧。大家可以看到路的两边已经有一些零散的观众在等待车队的到来。按照当天的比赛计划，车队会在下午5点40多分的时候经过凡尔赛。好了，我们到前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来等待车队的到来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开过来的都是一些媒体啊，或者赛事后勤保障啊，或者一些车队的车辆。之前在网上也大概了解了一下环法的历史，也是一段挺有意思的故事。环法自行车赛是由现在法国著名的体育报纸《L'Équipe》队报在1903年由它的前身 Lodo， 也就是汽车报发起的。其初衷呢，其实并非那么光彩。1894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犹太裔的法国军官被诬陷叛国，然后入狱了。2年之后才真相大白。然而当时的法国政府并不愿意为其平反，由此就引发了当时法国社会针对反犹太主义传统的大规模争议，这也就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事件。在争论当中呢，有一些反犹太主义的报人和广告商，他们不满当时法国最大的体育报纸《Le Vélo》自行车报的立场，然后就决定自己另起炉灶，创办了 Lodo 汽车报。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，于是在1903年初，报社就拟定在当年5月份举办一场环法自行车比赛。最开始的时候设想是一场为期1个多月的比赛，结果最后只有15个人报名，于是报社只能把赛程缩短为19天，并且给参赛者一定的补贴，这样才吸引了一共60个人报名。然后那个时候环法只有大概6个赛段，每一段平均要400公里，有的时候骑手就要骑到大半夜。就是因为这种残酷的赛制，然后就吸引了公众的眼球，之后报社也因此盈利。随着报社的快速发展呢，环法自行车赛也就延续了下来。现在的环法自行车赛一般都在每年的7月初开始，然后每次比赛呢为期23天，一般都会有20到22个车队参赛，然后每个车队呢有8个骑手组成。环法其实并不是真的骑自行车绕法国国境线1周，而是分为21个不同类型的赛段，平地赛、丘陵赛、高山赛，然后全程大约加起来一共要骑3200公里。这些比赛会从法国不同的区域展开，大体上呢会围绕法国一大半圈，所以才叫环法自行车赛。有的时候环法自行车赛甚至会去到别的欧洲国家，比如说比利时啊、荷兰啊、瑞士啊、英国。
今年的环法就是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发的。现在参加环法的都是职业的自行车队，并不像历史一开始的时候那样，什么人都可以参加。现在的环法自行车赛平均车速都接近50公里每小时，下坡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极速11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是普通人即使通过训练也很难达到的。而且车队都会安排周密的战术和完善的后勤保障，所以可以说现在的环法是一场对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全方位挑战。现在路边的观众越来越多，刚刚广播好像说车队马上就要到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即将开来的就是一批车队的后勤保障车，是由警察带队的，然后其中还会有一些媒体的车辆啊和赛事举办方的后勤保障车。他们的后方就来了自行车队。好了，自行车队终于来了。现在所有的车手都在向他们的终点进发了，期待他们今天都能够顺利完赛。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里吧。我是胖虎，会持续向大家分享我在法国的旅游生活日常，希望大家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